好，观众朋友好，早上中国啊，我们三位又跟大家见面了哈，我是方伟，我是高杰，大家好。石山，镜头晃到石山，大家好。好，非常高兴大家再来哈。今天我们是3个话题啊，是吧？第一个话题是什么嘞？第一个呢是今天川普又胜利了。从周末到现在，川普呢是每天都有重磅的消息，都蛮利好他的。高等法院，美国最高法院终于呢今天做了一个六连判的这个结果呢，几乎都是支持了川普。在一系列几十个官司当中，联邦法院到底有没有权在全国来限制总统的行政令？那这件事情呢，今天被川普称作为是宪法的胜利，而这6项呢其影响意义是非常之深远的。更有意思的呢，就是最高法院对这件事情的审理和判决。所以今天的这个消息也成为白宫这个记者采访当中的一个最重要的问答。第二个话题呢，那其实是蛮有意思的哈。纽约的市长候选人呢，民主党人这个叫做出来的这个人呢，这个叫做马达尼哈，比较好，就马达安尼，33岁的一个社会主义者。关键是一个美国最大的城市纽约选出了一个社会主义者，而且我们华人在把他拱上位起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但他现在还不是市长啊，他是民主党的候选人。但据说民主党在纽约推出一只汉堡也可以当选市长，因为他整个就是民主党的票仓哈，就清一色的民主党。所以呢，让我们今天来探讨一下，华人怎么会去选一个社会主义者来当纽约市长，这是什么路数哈？更有意思的呢是，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华尔街可以说是用震撼2个字。所以现在呢，华尔街他们都慌了，这些大佬们，一些房地产商都在准备要逃跑。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市长候选人？为什么让民主党的版图，包括呢整个支持民主党的华尔街大佬们都这么害怕呢？对啊，那第3个话题就是川普昨天宣布跟美中达成了贸易协定。对，这是让大家很出乎意料之外的。没错。本来他俩打得最凶，结果呢，他最先宣布我们签下了这样的一个贸易协定，把之前瑞士它不是形成了一个框架吗？现在我们把它落实到纸面上，而且他追了一句，我们可以打开以前从来没有打开过的中国的市场，这样大家就打了很多的问号。找细则吧。方伟忙了半天也没看到内容和细则。对啊，啥也没有啊。我看今天我们会来大竞猜啊，因为他既然不说，我们只好猜嘛，对不对？对。我感觉这个高杰、石山跟方伟的看法可能都不一样啊。我们再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来比对哈，到底谁能猜得准呢？真的是已经宣布了24小时，不知道是什么。这个是有奖竞猜还是没奖竞猜？这没奖竞猜。现在没奖哈，应该有奖。好，那我们就先讲第一个话题啊。最高法院的判决，这个其实是对美国的历史呢，现在和未来，包括过去都有重大的影响。那历任的美国总统有一些行政命令都会受到2党的牵制啊。那在政策不同意的情况之下，都会运用法律的武器呢，限制不同政见的一些政府，特别是总统令的这一部分。那么在我看到，在拜登的时期呢，也有28个这种红州去对他的一些行政令呢进行这种撤走就直接的告到最高法院。那等到川普这边呢，就是多了，就是有几十个，也甚至还有几百个都在打官司的过程当中。所以呢，今天的最高法院的判决呢，很多人都在盯着这个结果。你看到这个结果，几乎都是6比3胖伟，你当时什么感觉？但它不一定是6比3哈，虽然全是6比3，但是此6比3不是比6比3，总共有6个案子，今天应该出6个案子，结果判了5个案子，还有一个案子到现在都没有出来。这5个案子中呢，我认为有3个是川普觉得高兴的，一个就是讲的叫做出生公民权的案子，对，就是在美国生了小孩就是美国人哈。那川普说，拜托，这是当年这个美国内战结束之后，是为了说他原意是黑人的孩子也是美国人，对，当时没写个黑人。就是说，只要是美国这个出生的孩子就是美国人。那么现在变成我们华人的叫南加州的月子中心嘛，华人跑来，不管是华人了，哪个地方的这个国家的人跑来生个小孩，小孩就是美国人，自己就是美国人的妈妈将来一定可以扯到美国来，对不对？那么这是这件事情，川普说我不认这个啊，那就是说，在美国出生的小孩，我不说你是美国人，这件事情被告上这个联邦地方法院，一般都是从低等法院开始告嘛。对，结果呢，3个州都说川普错。然后再打到最高法院，结果打到最高法院，他其实是转了向了哈。最高法院说 OK， 因为那3个地方法院一裁决，说川普的这个叫做什么来着？他的出生公民权的他的判断不对，这一把就漫到全国。川普就说岂有此理啊！你联邦初等法院有679个人，
现在就是说呢，反对党或者民主党或者川普的反对者，就是叫做 judge shopping 哈，他就自己去挑选哪个法官，因为全国679个法官，你挑到一个跟你很赞成的啊，这个双方的脑袋这个很对眼一对路，就专门跑到那边去，在附近找一个原告，那么告上这个法院的这个法官，他只要来个禁止令，他马上说这个事情我肯定要看，对不对？那为了避免损失，我就先来个禁止令。这一把禁止令，川普的政策就冻住。没错。那不光是出生公民权，这个都要去查，这个叫做各个部门查资料，包括说这个什么叫做这个军队要赶走这个叫做跨性别的人等等，川普的一切政策全部以这种方式挡掉。所以呢，我是觉得是这样哈，就借着出生公民权这件事情，最后变成了一个地方法官能不能判下来。影响到全国，把整个总统的手脚全部绑住，就成这么正经事儿了哈。所以最终判的结果呢，跟出生公民权没什么关系。最高法院说这个我不管啊，你们地方法院判吧啊，判成什么样是什么样，我们起码这次我们是不管的，我们管的是你判了之后只对原告有效，你不能对全国有效。那么这就是川普要的，对他来说就足够了。既然有这个那就行了，因为什么呢？他在地方法院输的再多，就是输给那一个人吗？或者输给哪一个州吗？他不可能输掉全国。所以呢，我就看到马上你知道，接着川普这个就开始发联邦令哈，这 Federal Register 说，在美国的非法移民哈，每个人每天罚1000块但你要自己要走的话呢，我给你回家的路费，我再送你1000块。你要不走的话，一天罚1000。就一直增加上来哈，照道理这个事情一出来，马上又被告到联邦法院，对不对？现在没得告了。你说2000万人有几个律师为他们一个一个去告啊？没错，就没法告了，马上就是第一个效果，我认为就是第一个效果。所以我是觉得，当然咱们是早人中国哈，为什么来讲这么美国的话题呢？我觉得这都2个因素啊，一个因素就是这个判决极大的扩展了川普总统的权利，他干好多事情，包括跟中国有关的事情，以后都挡不住了。这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就是另外还有2个案子嘛，一个就是叫做什么 LGBT 哈，变性、跨性等等这些方面，在美国已经是政治正确了。那在马里兰州这个学区说，这是我们学校的课啊，你一定要上啊，你是我学生一定要上。那家长就把他们告上法院，说我有权，我有宗教信仰，根据我的宗教信仰，我不认你这个课哈，这个宗教信仰是包括穆斯林。包括伊斯兰教，包括基督教，包括犹太教，全包括，他们都是绑在一块儿。然后就说我有权利把小孩从这个课堂里抽出来，结果学校不干，888打到最高法院，就今天这是另外一个裁决。我觉得这个案子对我们华人也很有关联。那这件事情在美国一直引起的，包括民主党党内的父母对这件事情意见是非常的大。那在这里边呢，它主要是恢复了一个，就是家长有没有权利我不上这个课。本来呢，原来是有这个权利的，然后结果呢，在纽约和马里兰州一实施的时候呢，大部分的学生家长都选择了不上这个课，他就没有办法了。这个课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就不给家长提供了选择权。那么这次呢，最高法院呢就说，家长你必须要给家长提供这样的一个选择权。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呢也是一个胜利。那过去在加州我们都很多，就是包括你别说上不上这个课，现在在加州的情况之下，孩子们他如果我想变性的话，家长不同意的话，孩子可以不告诉父母，对，然后你就跟 public 的学校校长、老师，我有这个倾向，我要想去，那家长是不可以问的。然后呢，学校就可以给孩子们提供性别阻断剂，甚至是去做孩子想做的，包括他的人称代词就全部在学校就给改了，家长什么都不知道。所以这件事情呢，其实我看对民主党的这些父母们都非常的愤怒这也是我们知道，像马斯克为什么最后跳出去了。很多人开玩笑说他那个大儿子不是变性了吗？对，他说你一个孩子救了一个国家，把他爸给惹急了，讲的就是这件事儿。所以今天呢，最高法院基本上他还是从法律的一个逻辑上、权限上，他不说涉及到这件事儿，对，他还是从法律的这个技术角度上来做一个判决。这是法院的基本的功能。法院不涉及到一些具体的行政措施，它是不能管的，但是它可以认定你这个事情有没有违法，有没有违宪？有没有违法？首先有没有违法？那关于你这个事情有没有违法，那当然它就是很多条款了，从各种法律到最高就是到宪法的问题，到最后当然一直打到最高法院。因为讲到这个出生公民权的事情啊，我特别想讲，因为我很年轻的时候看过一个电影，就是讲这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进入美国的。
这样一个电影。当然，它是跟这个电影的主题是跟这个非法这个移民呢相关。但是它最后有一个镜头，我记得印象极为深刻，就是有一个怀孕的墨西哥的妇女，最后在那个就是检查站就要进美国之前，突然肚子就痛了。就那边人不让他，就是说你这不能进啊，就不让他过来。就他就肚子痛，就马上就要生孩子，他先生啊，抬着他冲过那条国境线，就倒在那个美国那条线的这一边，然后就躺在地下。当然，你这个时候你美国人怎么可能把他抬过去一丢？不可能，当场就急救啊，就马上就布一围就开始生孩子。孩子生下来了，就在美国境内土地上。那个妈妈醒过来以后，第一句话说：“啊，我的孩子是美国人了。”啊，就是他第一句话就是说的这么样一句话。当然，这个事情呢，我们抛开其他的，为什么墨西哥不能像美国这些，其实说实话，那全是文化都是一样的啊，那两边的种族语言都差不多。你到了美国到南部边境的时候都差不多。这个问题呢，以后再谈啊。这个问题就是说，美国当时有这条法律是很清楚，所以就这样做的。那中国人也是啊，中国人不是很多中国人在讲，包括我自己的朋友说。老子做不了美国人，因为他没办法移民，老子可以做美国人的爸爸嘛，是吧？他就是怀孕的时候就把老婆或者小三什么就送到美国来，用一个商务签证啊，我要在美国开个公司，那就送到美国来，然后生了孩子，哎。我是美国，起码就当美国人的爸爸是吧？这个我们在香港跟这些朋友见面的时候，他们还拿这个开玩笑，说你美国人有什么了不起？我美国人爸爸，你这个事情。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这个出生公民权，在60、70年代以前，普遍全世界都是这样。当然，个别的国家不是啊，大部分的，尤其是欧洲人的国家，都是用这个方法。我记得以前有个笑话。说有一个英国夫妇，这个坐飞机从瑞士飞到西班牙，结果他的这个妇女的怀孕在飞机上就生产了，生产以后在西班牙一落地。4个国籍马上就有了，那个时候还没有欧盟啊，他马上有4个国籍。第一，他爸爸妈妈是英国人；第二，他是在瑞士起飞的，啊，所以，但是呢，那个飞机是法航，是法国航空，就飞到了西班牙，马上落地，所以他马上有4个国家的国籍啊，就是当时有这个，就是这个变成一个新闻，全世界说哇，这个孩子太过瘾了，你生下来4个国籍，马上就全部都有了啊。但是你看，欧洲基本上慢慢改，全给改掉。尤其是英国，我对英国这个我是比较清楚。英国人在60、70年代就偷偷把自己的全部改了。就你在英国出生的孩子，你不一定英国国籍，它是规定你父母双方最少有一边是永久居民才行啊，你才行。就现在。川普在美国想做的就是这个事，这英国当初的变化，当初这个，因为当然英国有英国人的考虑，因为英国是一个老牌殖民主义国家，是吧？很多这些殖民地的人都可以去英国，就是说你可以不用签证啊，像以前香港人去英国也不用签证，因为你这个要签证太说不过去了啊，你是宗主国啊，说很多国家人都去那。就算你不让他移民过去，但他可以把孩子生在那儿，对吧？他就怀孕了以后，他就到你那儿去，然后就生。最后英国人就发现这个问题，因为他们这个大英帝国等于是2战以后基本上全崩溃了，慢慢收缩，最后就把这个就彻底改掉。但是川普呢，想在美国改这个呢。就不干，就被自己内部的法院啊，就是法官直接给叫停。而且呢，40多个类似的这样的官司，40多个哈，就是这在全国范围之内的一个区域性的联邦法官叫停川普的这个行政政策，然后呢，全国都不能去做。今天这个司法部长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自己念这几个说，你知道吗？这40多个全国性的禁令当中，都是哪些州吗？他自己说的时候，他自己念完，他自己都这儿都笑了。35项
啊，40项全就是一个地方法官就把川普叫停的，那35项来自马里兰、华盛顿特区、马赛诸塞州、加州、华盛顿州，全是民主党的州。所以呢，他基本上就是民主党任命了这样的联邦法官的位置，然后呢，再跑到这里边拿个诉状啊，等到川普做各种这种总统令和行政令的时候，我就给你叫停，一叫停就是你一个都不能推行下去了。所以这个呢也是今天特别有意思的。大家不想来，这只是美国呀，想来美国嘛。对。但川普呢要做的那么多的行政令，你看像今天多少个官司在打的？刚才你提到的这个 LGBTQ， 还有一个也是本来呢是一个棒球学校嘛，也是马里兰州的一个棒球教练，他每次比赛的时候领着学生在球赛场呢做祈祷，被禁止，被开除。对，那他们就上诉嘛，上诉这个也恢复了，允许。这不是今天的吧？今天的吗？今天一起6个里边的其中的一个也允许。那么这件事情呢也是特别有意思。我们看到就是一会儿我们要谈纽约的这个穆斯林加社会主义的市长，马上可能就要去最后10月就大选了。那马上我们就看到在纽约的那个 Times Square， 对吧？那么多的伊斯兰人就地就在那儿在拜嘛，对不对？但是你却不可以在公共学校的里边，你去做基督教的这样的一个祈祷，不可以。对，所以呢，你就很有意思，在美国，你知道，就过去这几十年美国的变化，让很多人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不是几十年，我记得大概10年前吧，都不是这样的。都不是这样，像因为我的这个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比如你去接送孩子上学啊，要快到就是快到放圣诞假的时候，你跟老师跟家长都会说啊，那个 Merry Christmas 是吧 ，Happy New Year，都是这样说嘛，什么就跟别人说。到了大概10年前左右，奥巴马时代，对，奥巴马时期，突然有一段时间，就你在学校里面讲这个，老师就不反应了。但你说他不好说你什么，尤其是你又是少数民族，是吧？他也不好说你什么，但他绝不跟你说。他说 Happy Holidays， 他是这样跟你说。反正就这样，就这个 Merry Christmas 这句话成了政治不正确的一句话。这个有点像啊，如果中国人不理解的话，就是说在中国过春节的时候说恭喜发财，违法了。就是说，或也不说违法了，就政治不正确了，就不能再讲了不能说，就在这个所有的像我们公司，在我们公司里面都不讲了，因为所有的官方文件说啊，大家放假了，以前都会说那个 Merry Christmas 啊 ，Happy New Year 什么的，现在都不讲了，只能说这个 Happy Holidays 是吧？这等等诸如此类的，也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如果我不信。Christmas， 或者我不是基督教的人啊，对我那个就什么就 embarrassment， 对，这是好像很，但是我们作为非基督教徒，我们从来没我说实话，我本人了，我不敢代表别人，任何人跟我说 Merry Christmas， 我没有觉得是受到伤害或者是受到羞辱什么的，我没有这样的感觉。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明显的就是极左派的一个政治议程，他要把宗教的所有因素从这个教育里面把它剔除出去。而且他对整个他的根据啊都是错的哈，因为他的根据就是宪法里头所说的叫政教分离的原则。他政教分离呢，那在教育领域就不可以就什么就在学校，在公立学校就不可以有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宗教的因素。但是国父当初写这个意思根本不是这个意思，他说政府不能支持特定的某一个宗教，把它变成国教，根本不是什么政教分离，所有的建国先父全都是基督徒，全是新教徒。对那个宪法里面这个美国的钱嘛 ，In God we trust。对啊，就直接就先写。你问题是这样的，就是 OK， 那你是不是大家要一视同仁呢？我们在加州那个叫做迪安扎 College， 那是公共的呀，那是加州大学加州政府资助的呀。你不让这个基督教的人去做，可是，在大学校园里，我经常就会看到那些伊斯兰教的学生，他一天几个小时嘛，几个钟点，每天5次，对嘛？他要礼拜嘛？
你在校园里真的那个一扑啪一片，刚开始第一次我还不太习惯，把我吓一跳。后来慢慢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现在在 Times Square 那个地方也是一般。那你为什么在公共场合基督徒祈祷不可以啊？他们祈祷就可以？你这个东西就有点太伪善了吧，太虚伪了吧？对，当然。我觉得今天这个我还有个案子啊，还有个案子就是德州的法律哈，德州说你这个上色情网站。你必须说你多少岁，要给一些个人的信息哈。对，因为这件事情，他就说你侵犯我的叫做什么来着？我个人隐私权。把他居然告上最高法院。那今天裁下来呢，6-3，那就说德州的法律是成立的。我想说什么呢？今天这个案子哈，整个告下来6个案子中判了5个嘛。我认为呢，这2句话哈，第一句话就是关于出生公民权，那叫做歪打正着。对吧？他要去打那个出生公民权。结果人家判也没判，但借这个事情把这个单一法官影响全国的这个特权拔掉，强化了总统的这个行政权力。是，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刚才你无论说的 LGBT 和这个叫做是德州的这个叫色情网站的这个法律啊，我说实话啥都不是，那叫什么？那不叫常识吗？那不是最基本的常识吗？常识现在这个国家要争到最高法院去判决，对，就判出来小孩子不可以上色情网站啊，这个爸妈有权利让自己孩子不去参加 LGBT 的这么个课，这种常识，我觉得现在成了这个国家的这么大的一件事情。这个就是 progressive 的一个战术，它就是不停的挑战你的常识，不停的挑战你的常识。所以不是有人就挑战常识吗？就是在那个说这个被警察或者被什么拦下来的，说那个就是那警察说嘿 sir 什么说，他说你为什么叫我 sir？ 你为什么称我是男生啊？说你是 gentleman， 你为什么说我是 gentleman？ 就故意的。然后他说 OK， 那我应该怎么称呼你？他说、gentle person， gentle person。还有他说我自认我自己的认定我是一只狗。那你怎么跟他沟通呢？这个东西你这个自由到了某一种东西的时候是，其实我跟你讲，所有的法律其实都是一个约定成俗，都是传统。所有的法律都是传统，都是你这个变化也是这个根据人类的这个传统，这个行为开始发生慢慢的变化。所以他们 progressive 就认为就是要挑战这个东西。就把你所有的常识、人类基本的认知，全部把你翻转过来。从名词、从定义、从最基本的概念。所以每次我们一说，你总说咱不用中共的这个话语，什么金砖，咱们管它叫砖头，一个道理是吧？对啊，它就是一个砖国嘛，砖国。它专门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你仔细看一下，这个东西其实很简单，就是共产党宣言里面说的嘛。就是共产党宣言说，我们共产党人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啊，我们就是要用暴力，就是它是暴力推翻一切现存的这个社会制度和这个价值观。它就是说明了，只不过现在 progressive 这个到做这个地方，它稍微温柔一点，它现在还没有用暴力，但实际上。它已经是暴力的第一个阶段已经开始了。它和中共不太一样，中共当年就是劳动改造，对吧？新中国取得政权了，说白了，赤裸裸的为了维护我的政权，所有的这些地主反右也好，什么战犯也好，溥仪都是劳改，这不光思想改造，对啊，啥叫改造思想？你知道到中国到60年代，监狱里面的犯人40%是反动会道门，包括宗教。包括基督教、天主教的神职人员和这个信徒，死不改悔的信徒都是关在里面。那个袁弓夷袁爸爸他妈，他妈妈就是天主教，他就天主教，就在上海，他就死活不改，就一直关到80年代。哇！所以那边就是完全是用暴力，因为我有政权，我就给你扔到那里边叫思想改造、劳动改造啊，就是要改造你的思想，让你信神。不行，你要信我共产党。说白了就这么回事，把你原来你所有的道德观念都给你干掉。哎，美国这边不给你这么干，他给你整天到今天为止，你去到这个什么茱莉亚这些大名牌学校选择性别的时候，到现在一选又是几十个性别。对，旧金山那边直接干出90多个性别，然后大家都晕了，是吧？这个整个在颠倒，所以大家都觉得，哎，你们美国怎么的了？怎么这性别还整有1/4、1/4的？你怎么能整出90多个？这排列组合，对不对？以后上大学，这个除了性别以外，还要这个种类也要选。
你到底是猫啊还是狗啊？你还是马呀、还是牛啊？所以你脑子里想什么是什么，对不对想？那精神病患者脑子想什么，你也得尊重他，他是说个啥就是个啥。这个对社会还有没有一点基本的常识，有没有基本的共同价值了呢？当他把这个概念全部打翻以后，全部取消啊，这 cancel 文化全部取消以后，我们所有人的沟通模式就没有办法进行了，我们就要变了，对不对？我不能叫你，哎，这位先生，你可能是政治不正确哦，你怎么知道他是先生呢？是不是啊？这个，你怎么知道他认为自己是个先生？对，这个，对，这个麻烦了，脸上贴个签儿。没错，这个时候他才这个就是他会用另外的暴力的模式，或者是潜在暴力的模式，重塑人类大脑。就你不能叫先生，叫同志。你说中国就是这样，老婆不能叫妻子嘛，是吧？是叫爱人嘛，对吧？啊，对，这所有这种东西全部给你改掉，改这种东西，他就是要先把你旧的仪式全部打倒，全部摧毁掉，常识全部摧毁掉，然后重新做一个东西。用计算机语言叫做重新 format 啊，给你格式化，原来的全部给你洗掉了，重新给你输入一套软件啊。那这个软件一输进去的话，那你这个电脑也好，这个人也好，你就变成了一个他们想要的人。对，这就是共产党之后叫红旗下的蛋。对，然后就长起了一批红卫兵。典型的以自由的名义剥夺自由，对吧？以自由的名义。哎，我在想问一下我们的观众朋友啊，因为美国确实啊，美国是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对不对？美国的时髦都成为别的国家的正确。对，所以呢，我觉得美国的这 LGBT 啊、同性恋啊、变性这一套潮流也超到很多国家去啊，也包括在亚洲，比如说台湾哈。对。那我想知道，就是说美国最高法院这种裁决，对不起，你觉得会不会影响到，比如说如果我们的观众朋友从台湾来还不少哈？台湾、欧洲是否对那边会起到另外一种叫做什么来着影响作用哈？等于是美国现在在往回走，对吧？起码最高法院和这个川普政府是往回走，往回走的潮流很强。在别的国家，我觉得它是不是这样的？它一直往那边走。现在美国往回走，它跟得上吗？它会转折吗？这是我给大家的问题哈。所以您如果在台湾的朋友啊，或者在这个欧洲的朋友，可以留个言跟我们说一下，看你觉得美国这个新潮流。你所在的国家会跟吗？这是我的问题。我们下面有一个叫刘冰心 K2 哈，他说不是挑战常识，它是服从性测试。这个话也是对。对，就是来让你服从。好，我这里来说一下，早上中国这个节目呢，现在是9700个订阅哈，我们只需要300人订阅，我们就可以到1万了，好不好？今天我们希望能够达到，冲一下，来，请你们2位鼓励我们观众朋友来对大家冲一冲，加油 ，add oil， 然后分给你的朋友，或者是在方伟时间这个里面看的呢，这个稍微动个手移过去，然后在那一边。subscribe， 对吧？就到了，就做到了啊！在这一周呢，川普不断的取得重大胜利哈，我们也要取得重大的突破啊！那就万人的这样的一个线，咱们一起冲刺过去。对，拜托，这个很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方伟说这个达到1万，他要请我吃饭，所以大家一定要那个300，今天300啊，明天我这周末我就要找他吃饭了。哎呦，就关系到这个石山老师的一顿牛排的问题，大家就是加把油。好。所以今天的这个高院的判决，其实对川普未来的行政命令，包括怎么讲，我们知道川普从1月20多号上台之后，一直被抹黑说他是独裁了啊！这个民主党包括媒体呢都在说这是个独裁者，很多人都哭得很伤心呢。然后你看一看这40多个禁止令，然后他还得一层一层打官司。你看这川普老头也挺不容易的耶。然后今天这个独裁者非常耐心的等着最高法院发话，等了等了10几次了，等于是啊。所以这个最起码我们知道，从川普其实从第1届开始，包括现在，他已经不断的在纠正了几十年之前。你比如像那个就堕胎的这个法案，罗素韦德案哈，然后呢，包括现在从最高法院开始定下来之后，这就成案例法了。那么这样的话，以后就不至于再出现类似的，你一个联邦的法官，你整个全国你不乱套了吗？你今天我觉得那个最高法官的那个释义呢，就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你没有一个法官的权利不可以超过总统的权利，你没有广泛适用的这个权利，你只能判决你这一个案子。最起码我觉得这是一个拨乱反正，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我觉得高院，这是那个川普任命的那位巴雷特，对他呢直接是。你是不是心里想说？
总算做了一件对的事儿。因为川普在就职和他在做这个演讲，他的100天演讲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大家就把他那个眼神放得很大，说女人来读一读，这女人这眼神到底啥意思？大家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看法。完了，今天呢，他这个做法呢，让很多人都在给他点赞。的确哈，那剩下3个反对的，基本上就是在最高法院当中的基佐。那这也是让大家所看到的，美国是一个言论非常非常自由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可是在最高法院，你要尊重的是宪法，不应该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带上去。你到底从法律的角度上，你有没有这个权利？我觉得这才是最高法院应该做的。所以从过去到现在，最高法院，我不管你堕胎不堕胎，你们周全，我们不应该是从最高法这个角度上去立法，讲的都是这个道理。所以我觉得最起码它回到了法律权限技术层面的一个根本，所以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些基本的常识。这边我们讲今天的应该热门话题哈，对，我们讲讲这个纽约市长，华人怎么把纽约变成一个社会主义市长这种奇葩的事情啊。对，我们这等着这个Republic of New York。好，我先说这件事情有多么的 dramatic 啊。这个人呢，33岁哈，他的名字叫做我老忘叫什么？马达尼33岁对吧？他爸妈是印度人对吧？对，印度裔。他的爸妈他的背景怎么？你说说看。对，他父母都是在乌干达的这个国籍啊，就是乌干达的公民。就是乌干达是这样的，那个英国当年的殖民地有大量在全世界有各种各样殖民地，然后这个中级和低级的公务员大批的都是从印度带过去的，所以在非洲和在一些其他的各个地方的殖民地有非常多的印度裔的英国公务员，包括在香港啊，香港我们管叫警察叫阿叉，现在阿叉就变成了这个印度人，在粤语里面啊，就说印度人就成了这个印度人的一个代名词，一个外号了，叫阿叉。什么叫阿叉呢？是因为广东话警察就是差楼，就是说是当差的。就当差的，说这个人呢，你不是官吧？你是这个你的官，以前中国的法官，就是县太爷啊，下面两边拿棍子啊威武那一批人就是当差的嘛。所以他就说，以前英国在香港有一大批的警察就是印度人去做的，所以呢，就是他们就是当差的。那广东话就管他们叫阿差。阿差以后就最后，因为他太多了，最后就大家就把印度人叫成了阿差了。其实香港的警察里面有很多山东人，因为很早威海阿差，所以这阿三哥也是这么来的吗？三哥是另外一个来源了，但是在广东话里面的这个差阿差，就是指这个印度人，就是有个外号，这样就叫他。所以这个就是说，当时印度人是随着英国这个大不列颠帝国啊，这日不落帝国搞得全世界都是。所以这一批人呢，就是你包括我们知道甘地是很长时间一直在南非的，他是在非洲的印度人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这个他们家就是在乌干达的印度人啊，印度公务员的，原来印度公务员在乌干达，后来留下来了。当然他们因为这个英文也比较好啊，这知识水平相对来讲也比较高，所以他在乌干达是属于当地的知识分子。那后来移民到美国，他先去5岁去南非待了2年，从美国7岁的时候移民到美国来，后来就住在这个纽约嘛，对，在纽约的皇后区哈，对。然后他是18岁嘛，18岁规划，所以2018年规划，对，规划变成美国人才7年的时间。对，那当然了，后来他就当选成为叫做纽约州众议院的议员嘛。这一次呢，我觉得这一次的奇葩在什么地方啊？他选举的时候，今年早些时候，他的对手是谁？他对手有10个人，总共11个人选，10个人中有一个就是3任的前任州长啊，库莫。对，然后库莫呢，在今年早些时候民调的时候，库莫45%。你知道他多少啊？他1%，没有人知道这个人有任何的机会，然后库莫在那个叫做赌盘上哈，这个 Poly Market 赌盘上
库莫的赢率是92.5%，因为他是多少，这没人管了哈，这个样子，结果就一把推翻呐。后来我回去查，你知道吧？当初在2018年呢，那个 AOC 啊，你知道那 AOC 那个女生啊，那个 AOC 她的战法跟 AOC 是一模一样啊，完全一样。就简单说2个战法，第一个战法就是说叫做草根运动，蓄势待发哈。就是组织了大量的这个叫义工，就一个个去敲门，因为库莫人家就做了几十年政客了，根本哪有那个勤快劲儿啊？他不一点都不勤快，对不对？当初 AOC 所掀翻的那个人呢，那个人叫什么呢？叫 Cropley 哈，那个人呢也是国会的民主党党团主席，佩洛西的接班人呢。那绝对是民主党的这个叫大佬，那么得到纽约的叫做什么有钱人的华尔街的一致的支持，对，所以就是很极端呢。一个是草根跑出来的一个人，另一个是坐在这个华尔街跟他们做好朋友哈，就等于是这个悲晃交错的这么一个建制派。那他这个身份呢，就成为 AOC 攻击的这个对象。所以第一呢，他就用这种方法搞了很多的年轻人给他当义工。给他当这个草根的这个叫做义工，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跟这次一样的，就是漫天许诺。我给你这个免费，给你那个免费哈，这一堆东西哈。对对，他当年给的这个库莫，这个给的什么呢？就是库莫还是 AOC 给的啊，全民健保。免费公立大学，绿色新政，取消学生债务，学生大学债务不用还，对啊，学费不用还啊，提高这个最低工资，那么就吸引年轻选民，这个工人和这个有色人种。对，这一次他就是一样的，没错。所以你看到没有，这种逆袭啊，当初他掀翻的那个人呢，那也是很不得了的人呐，那这一次他掀翻的那个人叫 Cropley 啊 ，Joe Cropley， 这次把这个库莫掀翻掉，所以呢，关键是我觉得这都可以理解，因为共产主义它就是有那个迷惑人的。我觉得我不能理解，就是华人成为他的主力部队，华人投票有多少呢？58%呀！你知道那个什么总统选举可能黑人就20%，西班牙一直有30%，华人居然58%，成为最高的。所以 What's going on here？ 我们这个观众中有没有给他投票的？我真的很希望您说话啊！有。我把大家，如果你投过啊，您要是在纽约的话，您知道您周围的哪些朋友投了这位曼达尼投了他，为什么你打上去？我看到的一些采访呢，有采访到华裔的，为什么我喜欢他的这个免费托儿所啊，5岁6岁孩子上托儿所，他说我觉得对我们上班族来讲这个太重要了，国家如果免费的话，他很喜欢，这就是他喜欢的，所以他就选了他呀，华裔哦。我觉得这话真的，因为在美国啊，这个党内初选啊，大家千万不要跟中国那个可以比较，那没得比较的。因为我曾经捐就是在大选期间啊，我曾经捐过款，捐了以后呢，结果被这个共和党就盯上了，我一直问你要钱，对，这个不停的发，然后就发，你就可以看到那个信息了。他说我们现在马上要这个党内初选了，我们这个州议员要初选了，现在你要不要来登记？因为我从来没有登记我是这个共和党人，因为在美国没有入党一说啊，只是你自己这个办这个driver license 的时候啊，你有没有党派？你要不要选民登记？你选民登记的时候，你可以选你是什么党的。我从来都是选我是 independence，这个独立的人士。但是因为过去这1年我捐过钱，也捐的也不多，就捐个几十块、100块，大概就捐那么几次。但是他就不停的给你来信，然后他告诉你我们要初选了，现在我们要选谁，我们应该怎么样？说你要不要来只要你答应，你就有资格去投票。也就是说，你知道党内初选大部分的人是不会去的。你只要能够像在纽约，我估计啊，你只要能动员到大概1万个人去投你的票，你就差不多了。对，我这年今天我没查哈，AOC 那一年2018年党内初选出来投票率只有13%，就10个党员只有1.3个，100个党员只有13个人出来，所以你要是很努力的话哈，你要是伏兵叫做准备好一把冲出来，对方反应不过来，对，完全可以做的，完全可以做，因为是个小选举。这个事情啊，不光是 AOC 这么做，克林顿当年就是这么做，他在小石城，他在小石城怎么样能够选成州长呢？他就是这样。挨家挨户的几个城市里面去，就是这个人口多的城市里面，挨家挨户敲门呐，他自己有个班子，就是去
就是说你要不要支持？因为那个地方本来民主党人就少，你知道，结果他就变成了民主党的州长的候选人嘛。后来这奥巴马在芝加哥也是这么干的，他选这个参议员的时候最早也是这么干的，就是这个有点像毛泽东的方法，就是联系群众，发动群众。就因为他这个结构里面，他没有一个逐级的一个选举，没有一个资格认定，任何人你只要找到人说我现在是民主党，他就是有资格来投票，来进行初选的，你是不能够这个拒绝他的。所以他只要找到这么几千1万个人愿意来，而且最重要，后面如果有某一些势力的支持，势力在支持，而且是暗中的支持、私下的支持，而且是给钱的支持，动员足够的义工，去动员了这个足够的这个突然进来的这一批选票，他就能成功。现在民主党里面现在就是这么干的，就是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有一个势力在支持民主党里面的极端的 progressive 那一批人，然后他们正在不断的取代民主党的建制派，所以现在民主党基本上在面临。就美国民主党面临的是一个分崩离析的状态，现在是非常明显，已经把自己丢掉了嘛。对，所以小库莫嘛，库莫的弟弟以前 CNN 那个主持嘛，他就在那专门发视频在那抱怨哈，说他是讲 AOC 啊，你要搞那一套，你出去搞，对，你不要在我们党里搞，对，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搞的那一套不是民主党，可人家是不会走的，对，我觉得人家不仅待着，把你的党变成他的党。所以这就是他面临的情形。你要懂你要知道历史的话，你知道这个极左派的这个党从来都是这么干的。我们看看苏联你就知道苏联是怎么回事。苏联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得你死我活的，最后打不下去了。这个沙皇啊，这个很失人心，因为他不听，因为他说实话，他也是一个贵族嘛，他要打就承诺了，就一定要继续打。但是俄罗斯军队当时沙俄军队是打不动啊，也不行，在前线非常辛苦。这个时候就国内有一批势力，这个势力呢，后来就我们知道，大家都知道，叫孟什维克，其实是俄罗斯的这个资本主义的党。它是一个中产阶级的党，他们势力最大，最后就在1917年搞了一个革命，就2月革命，逼尼古拉退位，然后就把俄罗斯呢变成一个就是摄政的这么一个议会和是一个临时总理这样一个。2月份哦，到了10月份，这个是包括共产党在内，10月份。说实话，就是共产党当时混在里头，对吧？这个布尔什维克的人在里面发动了武装叛乱，没有多少人，据说只有2000人，2000人在这个莫斯科和这个圣彼得堡同时开干，就直接冲进去，就把这个临时政府的人全部给赶走，抓起来，哎，这个就成功了，他就是这么干的。好，这个是他本来是孟什维克里面的一部分，布尔什维克叫少数派嘛，就一少数派的意思。他就是在那个革命团体里面，他是少数派，但他属于那个团体里面的。他到最后的时候，突然发动袭击，把这个整个革命成果抢到自己口袋里面去。中国共产党也是这样的。中国共产党在孙中山联俄联共的时候啊，大概也就是不到1000人了。全部中共党员1000人，国民党党员那个时候大概有几十万上百万，这个比例完全不一样。所以整个共产党是被共产国际要求，整个党的党员集体全部加入国民党，而且是秘密的，不告诉别人说我是共产党。就是你要加入以后呢，就支持啊。我们那时候知道，周恩来这些当然大家都知道他是共产党的，说因为联俄联共嘛。但里面有大批的这个其他的党员在里面，然后开始发展自己的力量。当然到最后，因为蒋介石比较厉害，到27年清党的时候，就把共产党给清出去，这个时候才有国共的对立。但是共产党最早的时候也是按照苏联的模式，想是我先进去，等你取得全国政权以后，我再发难把你抢过来。就是那个27年的时候，北伐基本上要成功了嘛，
也看着大势已去，基本上就成了。所以那个时候准备发难，准备发难，结果被蒋介石呢先下手为强，还有那个汪精卫看了吓坏了。赶快跟蒋介石站在一起，结果全国国民党一起发难，清党。所以实际上我觉得哈，就是一方面在处心积虑哈，另外一方面就有点像不设防的人群，不设防的城市，对不对？没错。从库莫到当初的孟什维克，到国民党的最早期，对最早期，而共产党它虽然人少，它组织纪律，它是精心准备，然后这简直是就是。他做的就是一个突袭，没错，就变成说一支军队打一支不设防的城市，没错。所以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现。我跟你讲，所以我现在我高度怀疑啊，美国的这个民主党里面的那一批人，就是那个极左的那一批人呢，他们背后有一个秘密组织，而且这个秘密组织很有可能是列宁式的政党，就是他必须有铁的纪律。列宁的政党最重要的就是第一个，我们不怕使用武力；第二个，要有铁的纪律。谁要是叛党，干掉。这个是列宁政党的一个特点。哎呦，你要这么说的话，上一周那不就是明尼苏达州嘛？那个议员，民主党的议员，当他投票了，共和党的这个提案的时候，跨党投票嘛。就是取消非法移民的这些福利补助啊等等的，结果呢，他跑到家里去，对呀，扮演警察，现在两个，对呀，这就是在上一周所发生的事情啊。所以你那个东西就很明显的就是他开始用列宁式政党的方式来执行家法了。就这个很明显，太恶心了啊！这是在美国。问题是所有的不去调查吗？问题是所有的主流的媒体都说是这个反过来说他是个是说那个暗杀的人，这个行凶的人是亲共和党的，因为这个很多人他们暗示大家。所以这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美国其实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了？一个民主老牌国家，现在又到了这种，哎呀。怎么总看到共产党的影子哎？好，那下面我要问个，就咱们今天主要的，我认为哈，我最想跟你们讨论的问题，给这个叫什么？我老忘他的名字，什么尼啊？马达尼哈，给曼达尼站台的3个人，一个是纽约的州参议员，华人政治人物刘纯义，一个是纽约前州参议员，华人政治人物朱敬文，这是台湾的啊。再一个呢，就是纽约州县众议院的众议员李荣根，这是韩裔美国人，就是他们真的是带着亚裔啊。大家知道亚裔在纽约120万人呐，占纽约整个的人口的14%，那华裔呢占亚裔的61%，占整个纽约人口的6%。所以呢，这件事情大家看到在纽约这个街头啊，这个华人在那唱歌啊，给这个叫什么，我老曼达尼，给他就叫助选的这个那个的哈。我觉得华人，你认识这个人吗？这个乌干达长大的，跑去这个什么，跑到南非再去到美国的，跟你八竿子也打不着。他那么精心的为他去，那肯定是这些政治人物带动的嘛。当然，这些政治人物怎么会挺这个人？还有这些选票，我们华人都从社会主义国家来的，才来到这个地方。好家伙，现在成了在把纽约社会主义化的主要力量。对，这到底是哪一出哈？你有没有发现，在美国挺这个极左派最厉害的，不是大陆来的，是台湾来的。你有没有发现？这个2代或者是3代就台湾人2代，他像波士顿的这个市长也是台湾裔，现在纽约的刚才这个前一些议员也都是台湾裔的议员，也不奇怪。在过去这40年，在美国的教育，恰恰在中国叫红旗下的蛋，那在这边叫媒体下的蛋，怎么去说？完全是被了这样的一套媒体所教育出来这种理念。那美国有句话，你年轻人不是民主党，你就不够善良嘛，对不对？但你到中年人，你还是民主党，你就不够有智慧嘛，你就蠢嘛。对。可是呢，他们可能现在已经成了掌权者，他不会有那种在自己在社会上打拼、脚踏实地的做实业，感觉到你的税收不容易。他们就是成为了政治家，成了当权者。那你这个时候，他就民主党或者是他这种极左的这种教育呢，他就一路跑下去了呀。对，我比较那个好奇的是，这个曼达尼到底给出了什么承诺？我可以一个告诉你啊，给了什么承诺哈？他呢给的承诺是哪些呢？冻结租金上涨，
OK 啊，40万呢，40万个这个公寓啊43%呢，我可以讲啊，这个公寓是政府公寓还是说私人的哟，都有全部包括公司等等，只要你在里头住着，叫 stabilized renter， 只要你住在里头，他就不能给你涨租金，这第一件事哈。OK 免费这个 bus 废除车票 OK 随便上，然后政府来经营平价的超市，政府经营超市，那不是供销社吗？哎，政府供销社，杂货店不涨价，然后呢，最低工资要涨到30块钱 ，OK， 然后呢，托儿所不要钱，就是刚才吸引那个选民的华人选民的托儿所不要钱，OK， 然后呢，还有什么东西啊？免除大学的贷款也有，那没有，就是纽约市立大学免费，总而言之吧，就是一堆东西哈。然后钱怎么来？不是没钱吗？100万块钱以上的收入的人课到2%的税，钱就来了。大家不用担心。现在已经14%点多了吧？那是当然加上再往上加，再往上加，对呀。联邦税30%多，这一缸子就跟那个对，我估计他会收资产税。还有700亿美元，纽约要投700亿美元到这个叫什么平价房屋这个可负担对可负担房屋的建设，免费或者平价给老百姓住，都很好啊，谁不想要免费的东西？免费的托儿所，免费的 bus 坐这个租人家房子不涨价，谁不喜欢？钱哪来呀？对啊，问题就是这么做下来的结果是什么？他当然说了，钱很容易来啊，这克富人呗，客人要多给。富人傻呀，等着你在这克吗？所以所以就是那个以前那个民主党的人就是说纽约怎么能有贫困民？纽约这么多有钱人，那个你知道我们这个只要拿大刀去砍过来就行了，劫富济贫嘛，这是基本上就是这个模式。所以他基本上推行的是一个比较极端的社会主义的政策。对我是这么想哈，实际上我今天在想这个问题，就是说你知道社会主义这一套啊，都很好听。对不对？消除贫富啊，这是均贫富，对不对？照顾穷人，对啊等等之类的东西，照顾弱者，年轻人都很有同情心哈。这些东西就是那个酒看起来就像一瓶酒，又很好看，喝起来又很好喝，但是它是毒酒。你喝完之后你肚子疼的之后差点死掉。你可能然后你才说这个酒不能喝，你可能3年之后才死，有很多人都喝了，对，甚至10几年之后才死。对，就是人一定要病过一次才会这样子。对，但是没有病的话。年轻人没有经历这个经历的话，他听到这些话，这个同情弱者、同情穷人、照顾穷人、这个均贫富等等之类的东西，对不对？他都会 fall into it， 就变成逃不掉的一个坑，就一定要病过一次才行。没错。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坑到底怎么能够解决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们很多中国大陆的人走过那个坑啊。不要在那待才来这儿的，他怎么会听到评价什么叫做不是评价，免费托儿所就够他那张票了？真的，我相信他说的那个话，这一件事就够他一张票了，他管那么多啊，对不对？因为对所有人能想清楚社会主义是什么，资本主义是什么，哪有那么多啊？而且我跟你讲，咱们早上不是讲了吗？纽约的华人有多富，或者有多穷？我查了一下哈，你知道纽约白人确实最富，平均家庭中位收入是11万，纽约平均纽约是8万2，华人是7万。你知道整个美国华人哈，华人的平均中位收入是比美国平均水平要高的。对，但是纽约是低的，纽约是7万对8万2。当然了，你这个西班牙裔是5万5，黑人是4万9，那就更低了。所以华人就属于那种叫做什么来着？低于平均水平。这纽约的华人比别的地方华人要穷一些。对，所以呢，我觉得他就会咬钩啊。第一，他是会咬钩；第二，他会去想我们今天谈的话题吗？我觉得不会想，对不对？不会想。然后来个这个华人参议员，就是英文讲的嘚儿溜的，然后说给你们点钱，你就干这个事儿，就干了。我认为就这么简单，没什么复杂的，就够了。我跟你讲，我在这个我们中国人是有这个问题啊，就是特别容易咬钩。特别给一点好处就咬钩。我在香港的时候，我曾经有一次是非常的吃惊。香港有一个慈善的机构叫东华这个慈善的基金，它有很多医院，什么东华2院、3院，他们那个基金呢就有一个传统，每一年派米。这个派米这个传统呢，应该是40、50年代就开始了。那个时候大家都没饭吃啊，所以他的外国买了米以后，就大家1人1斤的发。这个发大家当然这是很重要，在当时来讲。但是你想想，到了90年代，
这个东西还重要吗？这个不重要了，对吧？但是他维持，他要维持这样一个传统，所以到了那一天呢，把车开过来，你来拿，给你一勺米。我为什么特别受冲击呢？在香港，大量的中国人争着抢着去要那一点米，然后小米，对，然后那个地下到处撒的都是，因为抢啊，互相抢啊。这个东西我就特别不理解，我说那个米多少钱呢？那个你去买那个泰国最好的米一袋，也就是几十块钱嘛，对不对呀？也就是100块钱、200块钱那个米，那一勺有多少呢？你这是哪一年的事儿？90年代啊，90年代中啊。那你我告诉你啊，4年以前在旧金山一模一样的事情在发生。我有一次出来，哇，旧金山在排队，我说排队干嘛呀？我就跟着队走，这队头在哪儿？那个队就没有头啊，多少个街区，最后是30多个街区，绕弯绕到头，就在那儿一些福利组织发一袋袋吃的，发蔬菜而已，就是干这个东西，几乎全是华人，95%以上都是华人。在纽约也是这样，在旧金山这么，在纽约也非常多，所以法拉盛也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华人是特别容易咬钩的，你只要给他一些好处就行了。我们从旧金山来，你还记不记得当年旧金山也是在美国非常特殊的一个城市？纽约是800万人啊，那旧金山呢是100多万人，那70多万，80万。现在有80多万，曾经最辉煌的时候有100万人，那其中将近30%全部都是华人，就是Chinatown啊等等那一类的比例非常之高。所以呢，当时很早的时候，华人是不太参与政治的。对。大家也不懂啊，一些老侨呢英语也不够好。后来呢，那个地方呢，你知道，就是中共的领馆在那个地方，他们研究美国这个政策，就发现，就像您讲的，美国这个民主是选票，1人1票。当某一个团体或某一个族裔占到一定比例的时候，想选谁选谁。所以那一年就发生了呢，在Chinatown就有这样的一个叫白兰的，也是这样的一个中共的代理人了。那这个人现在已经死掉了。那他呢就会去用各种的福利啊，给你个盒饭呐，给你发个小礼物了，到这儿来我帮你填票，填谁是谁。他打出来的是帮助啊，他们不懂英文呐，完了说好了就选这个吧，他也同意的，他确实也同意的，这些漏洞非常之大，所以那年呢运作出来在旧金山100年历史当中第一位华裔的市长。这个市长呢，其实他在执政的过程当中还不错的啦，从这个市政的管理角度上，但是那件事情已经让全美非常的震动。当时呢，旧金山纪事报他们就在讲，他说呢，这是被中共就中国运作出来的一个华裔的市长。当时呢，美国都非常的震惊就在看，因为这个他们认为是背后有中共领馆的势力的。那个白兰回去呢还是江泽民时代呢，又去合影等等的，你明显的看到就运作着这样的华裔，用的方式和方法就是这种小恩小惠没错，这个白兰就是广东人，通过澳门。然后到美国来，他还跑到大陆去这个器官移植等等等的。后来这个人还是死掉的了。当时呢，的确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民主你不管是到这边生孩子也好，公民权也好，它是一个透明的这样的一个制度。然后呢，那么的宽松，可以说美国是在全世界所有国家当中对移民是最友善的了。当然你进来很难，可是只要你人进了美国，你有很多的方法。可是呢，就因为这样，人家可以看着你这个漏洞，所有的这种透明的体制当中的所有的漏洞，我就跟你玩那你刚才这个选举，民主党初选或者是党内初选这部分，你就可以做精心的这种策划，这是一个 game， 对不对？我们就按照 game 的这个规则，我就去怎么把它打赢了，我就怎么来呀。对，所以呢，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而让我们最有意思的就是，到底投票的这些华人，你知不知道？那为什么你看就是Bill Ackman。他们说，这一觉醒来，当我从梦中惊醒，纽约市让我深感忧虑。有的人说，这是那说明比尔·艾克曼，哈佛校友，对，把那个亿万富翁校友，把哈佛校长拉下马的那个，对，他也是呢，在硅谷的风投里边，犹太人，硅谷风投当中非常著名的投资家，他也是在硅谷第一个站出来，从科技界里边站出来支持川普的，因为当时就是加州太左了。那么就这么个人，他那天说呢，这是他在
X 上面贴出来的文字最多的一个 po 文。那他这里边就在讲，当我从梦中惊醒，纽约市让我深感忧虑。我在想，纽约到底怎么了？一个公开承认自己是社会主义者，支持削减警察经费，提出通过市政府拥有的超市来降低食品价格，不了解冻结租金只会减少住房供应，完全没有任何管理经验，更别提管理一个预算超过1000亿美元、经济体量达2万亿美元的城市。更可怕的是，他还认为全球化起义是可以接受的。这样的一个候选人竟然赢得了民主党的初选，一个大大的问号。然后呢，这件事情呢，这几天啊，今天已经是周2选举嘛，今天是周5，从周3、周4、周5到今天为止，已经成了《华尔街日报》所有的美国媒体讨论的一个最热门的话题。《华尔街日报》今天发表了一个社论，直接管它叫做"纽约人民共和国"就要来了，已经。对啊，其实他们已经 People's Republic of New York， sure， 就是已经有公私合营了，有政府运作的食杂店了，有供销社了，都已经要出来这个东西了。以后就公共食堂。然后家里面取消这个自己做饭就完了嘛，所以这个跟那个57年、58年的，一会儿你们可以讨论讨论哈。他这里边他讲了几个，他说你不懂得管理，你不懂得冻结租金只会减少住房。我先说这华尔街的反应，佛罗里达州的州长哈，他也出来说，他说这个马尼达呀。马达尼呀啊，他刚才有个朋友说 man 那个男人的 man 打你，他说这比较好记，man 打你啊，来了个人要揍这个纽约人，让他们尝尝社会主义的铁拳。不是我认为是慢慢的打你，慢慢的打你啊，好记啊。这个佛罗里达州的州长就说，哦，这个曼达尼呀是送给我们佛罗里达州最好的礼物。就这一段时间，他说我接到了很多的这种电话，纽约的房地产商公司都在往迈阿密和这个佛罗里达州在去跑，吓死了，他们都要吓死了。所以现在华尔街大佬们正在筹款，他们要运作一个竞选委员会，据说现在已经超过2000多万了。然后呢，他们就列出了一些 strategy 哈，到底怎么能把它干出去，可不能让这个社会主义分子拿到了纽约市长。那就如果这样的话，就像刚才讲的，你的钱哪来呀？涨企业税，涨富人税，我搬走不就完了吗？没错，人家全都跑了呀。在纽约是这样的，你要美国收税都是根据你是什么地方的居民，你要收地方税，他收的是这一部分。除了这个 income tax 以外，它有可能会增加你的 property tax，就是说你的财产税，不光是你的房子哦。你的财产啊，如果你有豪华车，你要交税啊，甚至可以到了你如果有一套西装是20万，你可能也要交税。这个它这是可以收的，是可以收。对，因为这个 progressive 那一边就是一直说要收这个财产税和资产税，就是说资本家这些就说穿了就是有钱就是罪，就是专门收资本家的税。有一种税是专门收资本家的税，所以呢，但是在纽约很有意思，纽约有很多有钱人，全世界有钱人最多的在纽约，这一个城市里面，但是大部分这些最有钱的人其实都是这个华尔街这帮人，华尔街的钱是水啊，你知道所有的钱就跟水一样。你除非你是个封闭体系，你能抓住这个水。像共产党如果那样，你是个开放体系，你怎么抓这个水啊？我就很奇怪，你这一抓，它不会流吗？它不会跑吗？你这边压力大，它就走了吗？因为原来在那个马里兰也有一些县，它就是说100万以上，我们就要收多收几% 的税，这样那很简单，那个他很有钱呢。他就到你的县旁边买个房子，他就变成那个县居民，他就不交你这个税了。我们加州不也是吗？我们加州这几年的大企业，特斯拉原来就在弗朗德关都跑了，因为对吧？你2020年你不让我工厂干活，他生产不出来车。当时这个马斯克跟我们州长那纽森干的，最后他就走了。然后丰田走了，现在呢，去年这个加州现在禁止炼油厂嘛，那个已经搬走了，已经在加州待了几十年的老牌的这个炼油厂走了，全搬走了，全搬到德州去了。所以德州人家很高兴啊，所以德州从2020年之后，德州奥斯汀的房价
哐哐往上涨啊，就是因为去的公司，你一去一个公司，我看到一个保险公司过去就是几千人要跟着带过去，一个企业过去都是上千人、几千人带过去的，所以呢，德州奥斯汀的房子一直在涨。这《华尔街日报》在昨天的时候，他就讲到一篇，他就讲说的这个人啊，在纽约，你们民主党搞这些租金限制，他说其实呢，你们和德州奥斯汀比一比，奥斯汀就是因为当时呢和你们纽约的初选市长是一模一样的，那这边呢也是两个民主党人，一个是建制派，一个是激进派。但是呢，除了这个之外，别的呢，因为房租啊、租金呐、房价啊这些事情成为了一个大家最关心的这样一个焦点。哎，在这点上，他俩的态度是非常一致的。干什么？打开这种管制。然后呢，去给市场更多的这种自由，而不是呢像现在现在纽约打出来这个市场呢，它是要管制，再继续管制。现在呢，这个奥斯汀的现在房子已经都下来了，整个的就业人口增加了17%，然后呢，纽约这边就业人口增加了3%，然后租金和房价，现在奥斯汀都已经下来了，在2022年之前进去买的反倒买了个高价。其实德州是不缺地的，对，就因为它的限制，什么你的车这块不许停了，你必须这个不能盖这种房子了，它现在全部限开，比如一块地上你可以盖3栋房子，以前全严格标准，马上供应商就进去了，更多的房子出来之后，价格就下去了。现在德州的租金和房价都已经和2020年之前都一样了，那个最高点已经下去了。所以呢，这个华尔街的这个分析他就在讲，他说纽约你现在还在去限制，你更多的限制就更少的供应，因为 builder 不会进去了，建商人一看成本太高，纽约规定你要是建房子的话，这个起重机啊。各种各样的规定啊，你要用多少的，怎么用，要这各种空间。他说用安全的问题，那你建商成本太高了，就没房住，对，物资匮乏，这就是社会主义我们早都熟悉的。就没有供应了嘛，你没有供应，更下不来了。其实像我们这一代人，我们可以比较理解。我相信啊，就是说，现在从中国大陆出来的，比如说40-50岁以上的人，是很熟悉他这个套路，是其实大家一看就知道这后面会发生什么。但是呢，第二代的或者是台湾的，甚至是香港的后代的这些，他没经过那个呀。这个有点像什么？你知道，共产主义我们老说这像一种病毒。大陆来的人呢，我们是这个中过了，有免疫力的，对，有免疫力的，而且一眼能看出来，没错，你就知道这怎么回事。所以，但是这在美国有一批人呢是没有免疫力的，是这个就跟当时的这个美洲原住民被感冒病毒给干掉了是一模一样的。现在情况就是这样的情况，说这个，因为他们不觉得这个社会主义有什么样的危害。就是我经常也跟年轻人争啊，甚至跟我自己的孩子也在争。我告诉他这个东西，我知道他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你跟他提，他说那不一定啊，不一样啊，美国和中国是不一样的呀。我说那和俄罗斯呢？俄罗斯也不一样啊，什么事？但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个实行社会主义搞得好的地方呢？其实他说北欧啊，什么这个就反正就是用很多不同的这个方式，他会去跟你讨论这样的事情，所以他不认为这是一个危险，他不认为这个是一个危险，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因为我们这个是中国读的啊，或者说我们是有免疫力的，我们会发现这里面有问题，有 tricky， 有东西。但是呢，他不一定这样认为。就像我曾经在伦敦的时候，我们有个司机，他是那个英国共产党的。经常要去学马克思主义的，就每个星期有2天政治学习，我就笑话他，我就骂他，就讽刺他。我说你那个学共产主义，我说你跟他学不如跟我学。你说马克思哪一段？我说毛主席语录我背的可多了。然后他就是最后他说中国不是社会主义。是。我说我是过来的，我知道怎么回事。他说你中国不是社会主义。我说你告诉我哪个是社会主义？他想半天，古巴有点像，其他都不是社会主义，包括前苏联什么都不是社会。因为
你说那些是社会主义，我会告诉你那个地方发生什么，因为我懂得比他多嘛，我可以告诉你。最后他就说那个都不是。我说古巴那么穷，古巴穷是因为美国，因为美帝国主义对制裁他。对，那个下面就有一个观众就问，那是如何定义社会主义？你还真别说哈，你在讲之前，纽约这次不选出这个曼达尼吗？然后。整个的在 Google 的热搜上面哈，什么是社会主义一下子冲高，大家都真的不知道他在倡导叫做民主社会主义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大家开始学习啊，叫做什么叫民主社会主义？我给我们来讲讲。我觉得你背了那么多毛主席语录。我觉得基本上来讲呢，这个社会主义的基本定义大家要搞清楚。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如果按照马克思的讲法，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就这么简单，就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对不对？社会主义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那就是所有的工厂、企业、矿山、土地都归国家所有，国家所有，对，就是这样一个。那这个国家是谁？关键国家是谁？国家是人民选的啊，所以就叫民主社会主义啊。为什么呢？它前面有个基础，是不是？它有个基础就是民主。所以叫民主社会主义，但所有的社会主义最后一定走向贫穷，这个是无一例外。所以它现在是管制租金啊，这个不许涨价，然后呢，你也不许撵房客啊，然后呢，我给这个给你，那个给你，现在是这个样子。那么慢慢的下一步呢？那下一步就会越来越多啊，很简单。我告诉你下一步是什么？下一步就是没有财富创造了。对。OK， 当你要均贫富的时候，我就讲一个简单的概念，均贫富哈。当你努力工作创造财富了之后，会被人家均掉的时候，你会怎么做？我干嘛要那么努力？我也去均别人。当然了，我能搬走我就搬走了，对不对？到别处创造财富。我不能搬走的话，我就不去做那个事情。就是说，当财富当抢比创造容易的时候，人家就会抢，这是人之常情。他就会打掉社会主义这一套美好的这个愿望理念，它的一个看不清但是又非常逻辑的一个结果，就是它将消灭勤劳致富的动力。当一个社会不再勤劳致富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完蛋了。所以呢，为了照顾穷人，我作为口号，最后让全社会变成穷人，这就是撒切尔夫人说的一句话。她说社会主义是什么？花光别人的钱多简单，就是花光别人的钱，你就露馅了。对，花光别人的钱，然后大家一起去受穷。这个尼克松跟以前跟勃列日涅夫跟赫鲁晓夫吵架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社会主义是把富人变成穷人，这样然后我们就平等了。而资本主义我们的方法呢是把穷人变成富人，这样来平等。说你们看哪一个好吧？对，但他是有道理的。好，我再加一句我现在要加一句，还有一句说，社会主义是把富人变成穷人，对，就大家都平等了。但是在社会主义，有些人比别人更平等。这个对不对？这个我们讲，今天我是讲今天我们也商量过嘛，对不对？我们谈过这个事情。不懂社会主义的人到底怎么办或者说我们懂，我们孩子不懂，那怎么办？你怎么去在辩论？他就是没有经历过啊。没错，我们得找一个疫苗，对不对？我们今天给他找一个疫苗，这个疫苗我觉得真的很好，对不对？没错。这石山说的石山今天提的，我非常认同。这疫苗就是一本书，一个小故事，叫做《动物农庄》。我想问问大家但凡看了《动物农庄》的人，能不能就打个字，就说个1好了？我们看过《动物农庄》，看多少人知道Animal Farm， 这个人就是乔治奥威尔嘛。对，这个人我觉得这个人太 amazing 了。这个人他在英国以一个社会主义人，这社会主义的这么一个思想长大之后，就去西班牙打了1年仗，1年半，就1年半的仗，把社会主义干得透的。1945年写这本书，对，预言了社会主义的，讲清了社会主义的本质，预言了社会主义往后发展到中国苏联中国40-50年来长什么样。1945年写的清清楚楚的。动物农庄看过的朋友打个1有看过的吗？我真想看，知道有多少人看？现在有一个人看过，就一个人看过就一个人我这样说，你说说看，为什么要看动物农庄？我看动物农庄看到最后，我是拍案叫绝的那个地方就是什么呢？3个。你知道他把这个东西全部都说4个，4条腿好，2条腿坏，就是其实这个就是说，只要是动物就是好的，这个2条腿就坏。到了最后的时候，他那本书写到最后的时候是特别有意思，我觉得乔治奥威尔简直是太神了。他到最后的时候，
怎么呢？就是这个动物农庄的统治者是一群猪嘛？对，是拿破仑，这首领叫做拿破仑，对吧？他带领了这一群猪啊，然后统治了这个农庄。这一群猪后来穿上了西装，站起来学人走路，还学交谊舞。就是他最后的场景是在他们的农庄的管理处里面，这个猪之间放音乐跳舞了。这个是我相信啊，以前的人看到，因为还没到这一步，你知道吗？什么时候到这一步？改革开放，到中国就到这一步了，动物农庄里面的猪就改革开放啊，他们就跟那个其他人类的农场做生意嘛，还合资嘛，这全部都有啊，这个太绝了！我说他怎么能够把一个社会主义那个时候？苏联还没有干这些事呢，他怎么能够写到80年代、90年代中国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个人太绝了。就这个人，后来他写的1984嘛，1949年出的哈，对，也是非常非常绝。但是我觉得那个书呢，就太沉痛了哈。我就非常赞成大家看这个《动物农庄》，因为这本书呢不仅深刻，不仅直观，而且很幽默。我大概跟大家，just in case， 有些人没看过啊，这个《动物农庄》基本上，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啊，现在11个人看过，我们有3000人，所以很有这个阅读的潜力。来，OK， 67%的人都没看过哈。这个《动物农庄》呢，它基本上故事就是在一个英国啊，英格兰的一个农场里面啊，有很多动物啊。这个动物呢，因为那个工作很辛苦，然后被这个农场主人压迫，所以呢，他们就是这个有一个这个驴。就是我记得是驴吧，上校，他们管的叫上校是吧？他名字叫上校，是 Colonel， 然后呢，他就想出一套理论啊，但这个起头就是个猪，不是这个驴啊，然后他就死了。他死了，死了以后呢？这个驴就是马克思，这驴就是马克思嘛。这驴后来就做梦了一套理论和一个世界啊，要传递给大家。对，他觉得这样的就是很好。要造反。结果这个就整个这个动物呢就开始这个研究我们怎么这个能够自由。结果在一群这个猪的领导下，真的他们就暴动了，就把这个农场的主人就给赶走了，然后这一帮猪就建立了一个动物的共和国，然后这个领头呢的名字叫拿破仑，然后他的副手叫雪球，叫 Snowball，叫雪球，然后还有马叫 Boxer， 哇，你记性这么好，对，他马叫 Boxer， 然后还有牛是挤奶的啊，就是说你看我们这么丰富。啊，这么丰富，我们最后呢，我们就可以自给自足，我们非常好。他们就写了一个宪法，那个宪法的名字那个很多条了，其中啊，我记得有一些这个 all animal are equal， 对不对？刚才我们讲的所有的动物一律平等，一律平等啊。然后就很多这一类的，就是每个人都怎么平等，到最后发展，你就越来就。我这后面的社会主义就我们不讲，最后就全部剧透了啊！对，全部剧透，就所有的事情就发生，就是现在中国或者苏联、前苏联或者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事情，它那里面全发生了。1945年，对，告诉你1945年啊，最后他把这个宪法给挡住了，只搞了几条。第一条叫2条腿坏，就是人是坏的；4条腿是好的，这个就是亲不亲阶级分。这个就是毛泽东的这个，我管你那么多，你是地主资本家，你是什么？你就是坏的，我们劳动人民就是好的，基本上跟这个很像。第2条是这个，把那个 all animals are equal，加了一条some animals more equal， 就更平等，人人都平等，有些人比别人更平等。对，就是说，美国就是黑人命贵。这个，但是讲的是夺了权的、掌权的共产党，对，他比别人更平等。对，他掌了权以后，他比别人更平等。最后你就发现，这个里面它就涉及到管理，涉及到食物的分配，涉及到劳动的分配，这个一切统计局，对，这是一切就开始运作了。到最后。这个最有意思的是 Snowball 和 Napoleon 2个人还内斗，结果这个 Snowball 呢就被宣布为阶级敌人，他就连夜出逃，从此不见了。但是这个 Snowball 就成了他们这个农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观，就是任何时候
大家都要宣传，就告诉说这个 Snowboy 现在在外面勾结了人类，要回来复辟，要打回来，你知道这个阶级敌人，所以我们一定要团结，我们绝对不能，如果有任何人说了一句怪话，就说他就是 Snowboy 的 agent， 就 Snowboy 呢就是托洛斯基是吧？或者说是刘少奇，如果刘少奇逃掉的话，对，最后就是，当然这个 Snowboy 其实就从这个书就消失了，但他的魂永远在这个书里面，你知道这特别有意思。对，我跟大家讲哈，这个动物农庄呢，我们下面就有，我们现在把动物农庄，我们这提供给大家哈，它是一个有声读物，哎，这个有声读物是我参与制作的哦。这个动物农庄，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值得听一遍，或者你觉得要网上去 download 也可以去读一遍，对啊，所以呢，希望大家就说，我建议大家能够 download 哈，我们当时有些费用呢，因为制作也花很辛苦哈，那么这么一点钱呢，也是帮助这个节目继续往前走。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动物农庄就是我认为哈最好的疫苗。对，你除非你自己走过一遍，你的儿子走过一遍哈，悲惨的走过一遍，最后能活过来，不会病死，不会被共产主义这个病毒搞死。对，那你大概会像我们现在这么健康。Otherwise， 我觉得就要用这个疫苗。所以现在大家可以点击呢屏幕下面哈这个动物农庄的这个连接进去，付完费之后呢，你再回到这个页面上就可以下载。这是方伟呢要多少年前呢？我们就制作了这一部的像连续。我很好奇啊，你在你那个有声书里面是有角色的是吧？对。有角色，那你肯定是扮演什么拿破仑之类的？不是，我不是我，但是我很有可能是一头猪。你反正也是统治阶级，所以呢，这个呢，让我们的听众观众去听的时候，再发现方伟，你能不能听出在那里边方伟的声音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哪个角色是我哈？如果下次能回答大家去买完之后呢，去点击就是回到页面了，再去下载就可以了哈。谢谢所有呢去购买和支持我们的朋友。上次我们说完之后呢，那位丁女士他们又捐款了哈，再次感激你，非常感谢。回到讲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啊，我是有我自己的一些不同的看法啊。社会主义就是说，我们首先回到它的这个原始的初级的这个点去看这个问题，要不要消除贫困，要不要这个帮助这个需要救助的人，这些贫穷的人等等这些，要不要照顾这些？我认为呢，这些都是人类美好的一些这怎么说？一些理想，就是愿望、理想，一种愿望，或者是美好的一种品质，是去帮助弱者。那这个，我认为这个是一点错误都没有。他唯一的错误在什么地方？是用暴力去做这个事情。那当你用政权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它涉及到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社会主义的做法，包括中国、苏联，现在我们看到美国的 Progressive 也在这么做啊，就是他是利用大家的仇恨去做这个事情，这个就非常可怕。这个非常可怕，就是说它的变成你这种社会制度的最底层的这个基础的情绪和基础的这个价值观，它是建立在一个妒忌和仇恨的基础之上的，这个是有问题的，这非常有问题。因为什么呢？你看这些富人，他们怎么这么有钱？他开那么好的车，凭什么呀？是吧？我们怎么办？我们要苏联和中共就我们杀了他，把他东西抢过来。这个是赤裸裸的。在美国，现在 Progressive 很多人，他只是初级阶段哦，第一步啊，我们怎么办？我们征压的税，对不对？我们把他的钱挪过来，我们来用，这样我们大家就平等了，就等等诸如此类。他的最底层的这个逻辑，最底层的这个情绪的基础就是妒忌心。我凭什么？为什么你过得好，我不能过得好呢？但是用这个去实现爱的时候，这个就会有问题。他是用仇恨、用恨来实现一种爱，我是非常怀疑这个能达到那个目标的。这个有点像说，你这个山往山上走，越走离月亮越近，最后你一定爬到月亮上。你没上山的时候，你可能相信了，你不知道这山顶在哪儿啊，对不对？但你知道，你如果站在山顶，你看到全世界，你知道这个完全是骗你的，它只是让你上山而已。就是这个东西要特别小心。所以这种扶助贫困、救人、帮别人，
这种爱心要不要落实，要不要实现，是应该要的，但是你必须由这些人主动去做，他是出自自己的爱心去做的，这就是资本主义的这个慈善系统和这个社会保障体系，它是用另外一套模式，尽量呢是由大家出于善心去做这件事情，而不是出于仇恨去做这件事情。这个就是我觉得是太重要了。所以你要不然到动物农庄，最后那个就是他这个拿破仑怎么能够维持这个农庄呢？他第一件事就把9个小狗带走养大，就是那个狗最后就成了他们的专政工具，谁不听话就咬呀呢？最后他就用这种方式。现在你看看中国共产党是这么干，苏联共产党这么干，朝鲜朝鲜是这么干，古巴也是这么干的。是现在我看这个所有的共产主义国家不都这么干的吗？对当年的这个越南这个北越去把南越赶走了之后，那杀了多少人呢？对，也是用这种无产阶级的这种铁拳军队屠杀一批还有思想的这样一个有钱的人，把财产直接抢了。最极端的就是柬埔寨。波尔布特就是毛泽东的好学生，杀那么多人，毛泽东好学生啊，他就是这么干，干了以后结果是什么？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只不过现在这个问题是这样，所以大家要回过头去想这个。中国有句古话叫“救急不救穷”。一个人如果他这个生活没那么好，或者怎么样，他是有很多原因造成的。这个他自己的问题，这个等等这些，大家可以，他就是困难的时候、紧急的时候、疾病的时候，是应该去帮助他的。这个是出于一种善意、一种善心去帮助他。但是呢，如果他生活不够好，你这个是我认为那是另外一个概念。对，然后他最大的问题就会滋养懒惰，没错，滋养依赖，整个社会后来会被拖垮。对，但是这个世界上做过很多试验。你看以前中国周朝的时候不是有井田制嘛？大家都知道井田制。对，井田制就是说这个画个井字形画个井字形，中间那块是中间那一块是公田。那个公田呢，就是种出来以后交给这个天子的，交给政府的。其实，在英国也有人试验过这个东西，就是说这个类似井田制，就是说这一块地有的是自己的，有的是那个公田。做了试验以后，就发现那个公田的产量是最低的。当年的清教徒到美国，那都是有信仰的，逃避迫害的，他们是签协约的呀，有合同的呀，然后呢，大家在一起互助嘛，互助社嘛，结果就是产量总是不好。后来他们自己那还是有信仰的呢，早期的清教徒那真的是有信仰的人，但最后还是打开了自己负责自己的，结果每家都过得很好啊。这种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就在说人性的当中啊，这些地方你不能违背人性去做，它不是神在这儿，它是人。那你违背了人性的东西，它得用强制的扭曲的方式才能达到你所的目的。而更重要的，我们看到中国的这些是社会主义，我们经历过社会主义大锅饭，那我们的年代可能没经历过那种社会主义铁拳刚统治共产党刚统治的时候对那些人的暴力镇压，那这已经是你们是经历了上山下乡一类的了啊。但是呢，我们最终是看到的就是你说的很好听，但最终呢，掌握了权力的这批人，你们真正的是成为了这个国家当中的新的权贵和阶级。你们这种阶级更可怕，因为呢，你要养那些狗，你把所有别人全都镇压了，你说平等吗？中国现在是最不平等的。这个事情呢，就是我今天向方伟做另一个建议了，说另外一本书。加斯的新阶级，南斯拉夫共产党副主席写的他在这个进监狱前开始写，在监狱里面完成的最后这本他就非常清楚地告诉大家，为什么共产党执政以后会有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出现，而且这个新的统治阶级一定把这个国家搞坏。我记得他说这个新的这批阶级既没有这个封建贵族的优雅和宽容，又没有资本主义这个资本家的这个勤奋所以他们就是这说穿了就是又粗俗
又懒惰，这个新阶级就是这么样一个阶级，他怎么能够把这个国家带好？当然，它里面有大量的书，当然现在好像我不知道有没有中文版本，应该台湾有，好像有。但是我希望你们也把它翻译一下，把它出版一下，让大家买，这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在中共啊，曾经翻译过，但是中共是这个中央这个资料局啊，把它翻译了，下面内部资料注意保密，这个县团级以上才能看。在中国禁了50年啊，禁了50年，所以今天呢，请大家去下载动物农庄的有声书啊，方伟还参与了制作。您点击进去之后，付完款之后呢，再回到页面下，你就可以下载有声书了，好不好？那刚才呢讲到的这些，其实是跟我们今天讲到的纽约啊，纽约美国的这个民主大国，纽约那是美国13个殖民中最老的资本主义的一个世界，现在要选出一个民主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呢说纽约要成为人民共和国了，吓得这些华尔街大佬们现在他们开始筹钱了，非常的讽刺。因为今天我看到什么 Bill Clinton 这个克林顿、奥巴马都在背书他，但是很有意思哟，克林顿他在 X 平台上呢，他下面的留言给关闭了，没有留言，大家不能去给他去回复。我告诉你。纽约如果搞成人民共和国，最后悔的一定是华人，你信不信？一定是因为华人跟犹太人一样是天生的资本家。为什么？就华人就想自己创业，我哪怕开个商店，我开个餐馆，我自己做个生意，他就是有这个创业精神。走哪都他就是天生的就是资本家，所以毛泽东特别头痛这个事情，他就用尽一切方法。是革掉资本主义的尾巴也好，革掉你的苗子也好，就只要你出来，最后在中国文革期间最严重，你在街上卖鸡蛋，你可能会被抓进去，被民兵痛打一顿，把你们家鸡全部收光。这个就是怕你们又长出资产阶级这个东西来。华人就是这样，几千年就这么生活的。所以在纽约，大家想一想，中国赚了钱之后，肯定买房买地嘛，又要买房子，对不对？你要买房子，你有租金呢，你可能你的资产还跑不掉，你不像华尔街的人，像水一样就跑了，你还跑不掉，你房子在哪？你是有产阶级，你一定是这个税要高。我可以跟大家打赌，这个供销社它叫什么？叫公营杂货店是吧？对，公营杂货店，我可以跟大家打赌。这个东西如果它能做下去，它必然要把私营杂货店全部干掉，它才能做下去。吃大锅饭，没有人好好干活。因为它的这个利润，它的这个营运，它一定不如私营的杂货店好。他一定会不停的亏损，做不过别人。就如果他要坚持做，他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别人都把竞争者干掉，这就是为什么到了中共到了5、6年就开始社会主义改造，把所有商店全部国有化。你说我干不过你吗？我干不过你怎么办？我干不过你，我把你杀了嘛。所以华人支持这位这叫什么？我老忘他名字，什么达尼曼达尼，真到头来是坑死自己。一定会的，一定会的。谁支持就这样啊！你看我们现在这2天看这个国际新闻，伊朗伊朗当年那么的开放，那么的富裕，那政府也有腐败吗？哪一个政府都有问题呀，给你干翻了啊！干翻的时候，现在伊朗人从女性到很年轻的女孩子9岁就可以结婚 ，Oh my gosh！ 然后你像委内瑞拉不也是吗？那是老牌的民主国家呀。那最后呢，不也是吗 ？Package 最高法院，南美洲最富的国家，对吧？那都是明珠啊。那最后现在委内瑞拉成最穷的国，那这我觉得很有意思。那现在的纽约会不会成为一个第2个底特律呢？我们假设这个纽约是一个动物农庄啊，这个会发生什么？这个其实现在就在大家很清。纽约的市长在60年代好像50年代以后就一直是民主党，但是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变成了一个共和党，对不对？对，你要知道80年代末纽约是什么状态？什么状态？乱成一锅粥，所有的大企业全部跑光，时代广场就剩下什么这个妓院呢、小酒吧啊，这个围着那个地方一片乱七八糟、一塌糊涂。大家可以看那个
对，我们今天又讲 Forrest Gump。Forrest Gump 里面有一段，他1970几年在那个看那个地方下来，在那儿他碰到他的 Captain，这个队长的那个就是那样的。纽约那个时候就那样，非常混乱，非常混乱，混乱到最后，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到90年代初，美国曾经拍过一个电影，这个电影啊场景非常有意思，就是有美国一个总统的专机出事故了。调到纽约里面了，这个联邦政府要想办法怎么把它救出来。为什么呢？他这纽约是罪恶之都，最后美国没办法了，就围着纽约城建了一个大围墙，就你们就在里面活着吧，我们就不那个什么。最后这个总统调到里面去了，结果就派人进去呢，就派了一个什么，反正就是超级厉害的人，反正就进去，最后把这个总统又从纽约救出来，从纽约又就救出来，最后还从那个围墙上面怎么翻过去啊？很高很高的墙，那个墙是由联邦的军队守着，里面就是自己的黑帮啊，那个为什么就是这个民主党治理纽约治理了那么长时间，最后乱的就没办法了。结果到了90年代，突然选了一个朱利安尼选了一个共和党上去，那是嘣一下就给转过来了。对啊，那破窗理论不就他所提出来的吗？没错，这就是没痛够吗？然后这人的记忆就是短暂的哈，那又是民主国家，他还好，他由着你摆来摆去，就怕你摆不回来。现在加州就摆不回来了，那么现在呢，纽约呢又要去走到那么极端的情况之下了。川普上台之后呢，纽约的这种枪杀率呢已经开始不出现了，没有了，这已经是多少年了见不到的这种情况。而这个人呢，这个曼达尼亚他上来之后，他又要defend警察，又要去制止警察了，所以这些事情接下来纽约的房价会不会大跌呀？所以我就看到的现在呢，就是他们已经开始说不对，你刚才讲的不是初选吗？真正的纽约人呐，他也就9%在支持他。11月大选的时候，一定他不会当选的，但是要有策略，所以大家现在做了很多的策略。一个呢就是支持亚当斯啊，现在的这个市长，那两个呢都退下去，你们不要选了，那个什么库莫呀什么，你都不要选了，退下去，不要分票。然后呢，大家也要去这样那样的排出了很多啊，说大家一定要团结。同心同力，这样呢才能把这票选出来。否则的话，如果纽约这次要不去的话，真的要选出来一个穆斯林加这个社会主义。而且今天有爆料，他呢在加入美国公民的时候，同时他加入了一个共产主义组织，就是这个人，就不知道什么组织。共产主义组织，美国有好几个共产党。对，然后呢，就是在最近这2周之内，还看到他在临竞选之前呢，我也在想，这消息哪来的啊？说2次出现在这个奥巴马这个庄园里边、家里边等等等等。所以呢，这件事情呢，现在民主党我们知道，华尔街一直是民主党的捐款的金主啊，现在呢，他们捐出来一个把他们自己都吓到的这么一个主子，现在他们自己又在捐款，要把它干掉啊！所以我们说呢，在中国叫红旗下的蛋，这到底是谁下成这么个蛋，催出来这么样的一个人物？而最有意思的呢，就是他呢是支持巴勒斯坦的组织，他所有的现在的观点，他在上大学的时候，他就是支持。现在川普从哈佛里边开除的、遣返的，他就是支持这一类的，只不过他的语言没有那么多的暴力。那么这些呢，都加载在一起的时候，这一旦选上的话，纽约变成什么样子？我们看到这2天呢，就是当他赢得了初选的时候，很多人说这是纽约吗？在纽约的一个公园里边，那些我也不知道他那是什么礼仪啊，就是伊斯兰教的人，那些男人一圈一圈一圈跑完了，叭就不断的打身体啊，对好像是一种仪式。对，不太懂，就自己打自己，宵夜。对，然后整个在那个公共的那个公园里边，那么多的男人在做这个动作，然后他们就说这是在纽约吗？说这是不是会要成为第2个英国了？就已经开始在讨论这件事情了。所以会不会像石山刚才所预期的，最后弄个大围栏把纽约围起来？对啊，当时那个电影叫什么名字我都忘了。哇，你一定要找出来，我很有兴趣看那个电影，我得去看一看。印象特别深，最后就救了半天，这好不容易把那个总统给救出来了。后来，哎呀，我唱高调哈，因为我觉得呢，就是华人现在是把它顶上去了哈，58%是华人，其实华人应该是最能够阻止美国走向社会主义的。特别中国大陆的华人，对不对？我们真的been there done that，对不对？干嘛做这样的事情呢？就算贪点小便宜，我觉得贪小便宜的时候呢，华人未必知道这个人到底是谁。对，当然，对不对？就小便宜嘛，对吧？所以呢，我觉得现在如果明白的话，如果大家看完《动物农庄》，等于是大家，因为我觉得这个时代啊，它是一个怎么讲？
这个共产主义骗俄国人，骗中国人，骗越南人，骗古巴人，骗委内瑞拉人，他一轮一轮骗，他现在骗到美国，因为美国在1991年冷战结束的时候，美国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我们打赢了，没错。哇，然后不动声色的爬回来，然后不打共产党的旗号，换个旗子你就认不得了。对，今天再把美国的年轻人再圈进去，美国再要走一番这个劫难，所以呢，所有有免疫力的人都有责任。我觉得真的是啊，大家觉得是不是？我们已经经历了社会主义，我们一定得 do something about it。我就是跟大家说，不叫就是唱高调啊，大家要，我觉得动物农庄重新要温习一下。因为他把这件事情共产主义讲的非常形象跟透彻，我们要去人家讲好的理念，对不对？华人要把纽约救回来，不是华人把纽约推到火坑里去，是不是这样子？我觉得华人在纽约占的比例没有那么大的啦，6%啊，6%没有在旧金山27%的，对吧？没有那么大。我倒是觉得我很喜欢看华尔街这帮人啊，你催生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你们最后怎么把它扭转过来？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的。我跟你讲，你这个观点呢，以前我跟别人这个谈过，我们也讨论过，这个挺有意思。你知道共产主义也是由资本家催生出来的。马克思研究共产主义，他在最后面给他钱的是谁？给恩格斯。恩格斯是一个家里面太有钱了，这是一个大资本家，把他催生出来的。现在美国的极左派背后，大家去找一下，同样也有这样的大资本家啊，也是大资本家。怎么样？我们还有时间讲第3个话题吗？没有了，42没有时间了啊！本来讲这个叫做美中关税，要不我很快，我给我两分钟啊！对你2分钟把它讲。昨天已经宣布了美中关税了啊，所以川普非常高兴，说已经达成协议了。对，然后呢，是谁达成协议的？卢坦尼克达成协议的。卢坦尼克跑过来说，很简单啊，这个稀土他们要给我们。他先给我们，然后我们再给他，我们就是曾经就是叫什么来？飞机零件，禁运的飞机零件，乙烷，还有什么 EDS 啊，这个是叫做电子设计的这个东西。对，所以呢，它就是很安全，他给我们才给他。那么现在呢，这个川普很高兴，达成协议了。我觉得哈，我一点都不看好啊。我知道你们可能比较看好，我希望我是错的。我觉得我也不看好，因为我觉得日内瓦忽悠一把。伦敦在忽悠一把，他这次说他要给乙烷，怎么叫给乙烷？他不是给乙烷，给稀土。对，因为中共治美国就这么一招，就是稀土，全给了，那就没戏了。2招还有芬太尼啊，芬太尼，对。但芬太尼现在美国好像觉得我自己把国境封了，我自己有办法哈。那稀土他就没有办法。对，所以呢，现在呢，我觉得他自己搞了一个，那他卖稀土就卖稀土啊，搞什么许可证制度？那变成怎么样呢？比如说我前3，他说我现在先给你，对不对？我批你前3步，卡你后3步，好不好？我卖你3家。后面300家不卖了，好不好？他有的是办法。对，所以我觉得川普又玩到人家手里去。所以我一直觉得贝森特跟卢坦尼克哈，当然很好的商人啊，放弃自己的商业去为国家，我很佩服你们哈。但是这就是跟我们纽约的华人一样，都不懂共产主义长什么样。我不知道，但是川普讲了说一个 open China。对，他 open China， 他的这个 China 是怎么个 open 法呢？对啊，这个我们不知道，因为这个里面其实最惹人猜疑的东西就是双方都没有公布这个协议到底是怎么细节没有，为什么？有什么细节？为什么不公布？美国人跟任何国家做任何 deal 都公布的，透明的国家哪有不公布的？联合声明嘛，已经签了合约，打开看看嘛。对啊，而且现在谁都没签，你们俩居然签了，对不对？英国那个我们都知道，英国跟他是顺差，所以昨天呢，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包括呢说这个7月9号不是最后的 deadline 吗？现在这个最后期限呢，可能也可以延长。所以呢，昨天这美国的股市都已经离历史最高点是差叮叮啊，今天已经又破了，创历史新高了。这个股市呼噜呼噜就往上涨。哎，中国这边还签上这个协议了，大家都高兴坏了。没有细节，所以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那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们问问大家哈，我自己是觉得，这个一定是中共不让公布，要美国早就公布了，美国也不公布就很奇怪了，你知道？中共不让公布是为什么呢？他弯腰了吗？他这个跪了吗？他一定这个对中共没有利。如果对中共有利的话，他早满世界嚷嚷去了，对吧？他不让美国，我答应给你这个，但你不能说，所以呢，他就不让美国公布。那美国我得到的了，那不公布就不公布吧。中国有几个东西没有公布，中共啊到现在没公布。第一份中苏友好条约没有公布，那个附件没有公布。OK， 就是这个
刚刚建国建政啊，就是49年之后，马上跟苏联签了一个东西，那个里面大家都清楚，这个蒙古独立，这个蒙古就独立了，就承认蒙古独立了，那个事情，所以那个在附件里面，那个没有公布。第二个，江泽民跟那个叶利钦签那个边界勘定。那个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让公布，也不公布。这个我们之前凡是不让公布呢，这里面一定有鬼嘛，一定有猫腻。你为啥你不打开互联网？你这我普通的中学生都知道，你中共有那么多好事，你早打开互联网让大家看了，就是因为你有太多见不得人的事儿了。取得了伟大胜利，那当然。今天公布的，华尔街也在报道哈，就是中国公布了一个，就是工业企业的利润度，5月份的，4月2号。川普宣布的这个关税啊，10%，然后就跟中国一路打高，然后又下来，正好呢，5月份是正好在关税之后的这么一个完整的工业利润的。这个企业利润呢，5月份跌了9.1%，上个月4月份呢是涨了3% 左右，上下加起来就有大概12%幅度的这个降低利润哦。那什么地方它是有利润的呢？这个企业比较稳定呢？航空航天。这些地方还有这个家电家电的这个呢也分析，就是因为前一段时间它要国补以旧换新，促动消费，拉动内需，就这么2块算是有利润。但你看这都是左兜右兜啊，所以你就看到一个工业利润，咱们都知道工业利润 GDP 这部分你钱哪来的呀？怎么缴税呀？没有赚不到钱，所以你就5月份这1个月，你就看到川普的这个关税对中国的企业的利润影响有多大。所以我自己是感觉他受不了了，中共那边受不了，所以这个呢是他可能也听了，说你们昨天做那个什么上班公司。假装上班，就全中国都开始假装上班了嘛？对，那你现在怎么办呢？但是我还是看法比较悲观哈。但像我相信方伟你说的那个呢，中共一定会耍赖，他一定会耍赖。但是呢，那我们就一致了。但是今天又发生2件事情，我觉得呢，这次中共这个赖呢，在川普的手里不太好耍。OK， 今天川普做了2件事儿，第一个把加拿大的关税立马所有交易停止，7天之内讨论全部加税，因为加拿大说的你跟我不好好谈贸易，你给我们的农民奶制品加了400%的关税，你不是一个好的合作伙伴。7天之内他要把关税全部加上去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今天川普又发了一个帖子，把那个哈梅内伊给骂了一顿，哇，这个太有意思了，因为呢哈梅伊这打了一场仗啊，川普给砸了这个他的核设施那个大山给砸了之后呢，全赢，以色列赢，美国赢。哈梅内伊说，我们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国家，把以色列和美国都打赢了，我们胜利了。昨天刚吹完，今天川普直接发了个帖子，哈梅内伊，你是有信仰的好不好？你要说实话好不好？你应该说把你砸了个稀巴烂啊！然后他就把他整个给画皮给剥开。我还以为川普说，有本事咱们俩单挑呢。所以你们看得出来，这个川普很有时候很天真哦。对，非常天真，是不是？你知道，中国这个战略，中国这个战略一点都不奇怪。你知道，中国的所有的这个作战啊，这个贸易啊、政治啊，都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这个军事思想啊，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游击战。游击战就那16字诀嘛，敌进我退。敌疲我扰，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都是毛泽东的好学生，你们没错，就是什么呢？你太厉害的时候，我就慢慢退啊，等你不行了，我再进。也就是说，没有 deal， 哪有 deal 啊？是。没有deal，就是说等你厉害了，那我就退，好，等你一走，我马上就绝无双赢，绝无妥协，就看我怎么赢你。对，所以呢，大家都想跟川普耍皮赖啊，从欧洲到加拿大到伊朗到中共都想跟川普耍皮赖。川普从炸了伊朗之后，川普现在这一周我不说吗？川普是节胜利，以川普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想耍回来不太容易，所以我觉得这次中共会老老实实的跟美国呢做成一个 deal。那咱不妨去看啊。那如果要是我输了的话呢，那我请方伟吃个饭。好，行。哎，我们来对赌，就没我的份呢，这个很奇怪。你的便宜占到了，因为你已经跟方伟有一个赌了啊。反正你们谁赢都要请，你们谁输了都要请我。今天2场赌局，我给你赌什么？我已经忘了。什么？
牛扒，我知道没有，我赌什么事儿啊？牛扒我记得。你忘了最好，反正怎么样我都是赢的。所以呢，拜托咱们听众、观众朋友呢，还是下载一下动物农庄哈。这是疫苗，哎，这是一个中文的疫苗哈，还有方伟在里边配的这个节目啊。同时呢，大家去做好了之后呢，可能方伟就不至于输一个牛排了。我也忘了你们俩赌啥了，那就不算数了。不算数了。对好啊，那行啊，就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哈。这个我们就在这儿就停了哈。OK， 好的。拜托大家给我们加一个订阅哈，对早安中国，我们冲过1万好不好？拜托，对谢谢，点个订阅啊。对，OK，好的，那另外把这个朋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喽，也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啊。好，拜拜。好嘞 ，Thank you，拜拜。